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美队的盾牌在灭霸面前会变得如此不堪一击呢？这一幕是在复联4中仍未得到完美解答的场景之一。等看完今天的6个关键原因，或许能给所有漫威迷一个满意的答案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现在就进入主题。第一，灭霸的科技。虽然电影中大致上的剧情都在描述灭霸的武力，但是在一些细小的剧情上，却也体现了灭霸手下的科技实力。典型的例子就是复制了皮姆粒子。要知道，这点连钢铁侠和瓦坎达都无法做到，从而也说明灭霸的科技水平远超复仇者，所以能够打造出一把砍碎美队盾牌的武器，完全合情合理。毕竟这对灭霸来说绝对不是什么难事儿。第二，灭霸的愤怒。在三巨头与灭霸的最后一波战斗中，雷神和钢铁侠率先被击倒，最终美队成为了唯一一个在决赛中防守的人。随后他召唤雷神之锤，给紫薯精来了一套无缝连招，这也正是激怒灭霸的关键原因，因为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天命，是不可避免的主宰，但如今却被强化人无情殴打，心里肯定是10000个不服。再加上从星云的记忆里得知自己最终被复仇者们砍下了脑袋，所以这次是带着彻底铲除的心态来作战，自然也不会手下留情。实际上，灭霸在之前的战斗中只使用了右手，但当被激怒后，他摘下头盔，并开始疯狂的用双手反复攻击，根本没有放水。因此，灭霸能砍碎盾牌并不是什么难事儿。第三，盾牌的受力点。我们都知道，盾牌是由震金和某种化学品打造，所以可以达到很有效的吸收伤害，就像黑豹战衣一样。而盾牌最有效的地方是它的中心点，一旦受到了伤害，力量就会均匀地分布在盾牌的各个位置。但当灭霸攻击美队盾牌时，他没有瞄准中心，而是与盾的边缘形成一个垂直的角度，因此吸收的也不会那么有效。第四，震金的强度。在复联2中可得知，实际上奥创的身躯外壳是由震金打造。然而当钢铁侠和幻视还有雷神一起发动进攻时，可以看到奥创的身体正在慢慢融化，虽然对震金外壳伤害不大，但还是有一些影响。从这儿也能说明，当震金遇到高强度伤害时，确实会被融化或者破碎。第五，灭霸的武器。灭霸的武器很可能是由乌鲁金属制成的，乌鲁金属是银河系中最强的金属，至少在泰坦星中是最强的。然而震金是地球上强度最大的金属，所以从材质上就无法对比。现在你可能会说，雷神锤也是由乌鲁制成的，但为什么打在盾牌上却毫发无损呢？这是因为锤子和双刃剑的锋利度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，如果用风暴战斧来砍，很有可能会打破盾牌。导演罗素兄弟肯定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们也从来没有测试过。第六，灭霸的力气。在复联3可得知，灭霸用手轻松捏碎了幻视的头。要知道，幻视的身躯是由震金打造，而且当时宝石并没有发光，这也说明灭霸实打实的力气就足够损坏震金。以上就是打碎美队盾牌的6个关键原因。如果你对这些理论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里说出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，咱们下期见。